做了3年半，公司1分钱年终奖都没给我，还欠我2个月工资。去投诉。HR 当着警察的面说：“有本事你去告。你以为只有中小企业才会爆雷？你以为半导体是中国科技最后的遮羞布？现在连国家战略支持的芯片大厂都开始撕下面具。”2025年6月24日，一则消息在求职平台默默炸开：南京新起源半导体 Coragene 被员工集体爆料拖欠工资、暴力裁员、年终奖消失不见，1分赔偿都不给。芯片行业的扛把子现在成了老赖，曾经高薪的国家队现在成了集体讨薪的修罗场。在员工们的控诉中，一个词频频出现：绝望。有人说，我干了3年半，年终奖1分没拿，绩效奖金也被吞了，20万血汗钱打了水漂。有人愤怒，2022年公司明明盈利，我却3年没拿到奖金，同工不同酬，太恶心了。更有人直接爆料 ，HR 当着警察的面说：“我们就是不赔偿、不发工资，有本事你去告。”这不是 P2P， 也不是地产公司，更不是18线小厂，这是一家有国家背景、拿过无数政策补贴的高科技独角兽。公开资料显示，南京新起源成立于2015年，是一家在可编程处理器 EPU 领域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，在美国硅谷、英国伦敦、南非开普敦以及中国的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武汉都设有研发中心。DPU 是未来数据中心和 AI 算力架构的核心之一，被誉为下一代芯片革命，而新起源正是这场革命中中国为数不多的玩家。可就是这样一家看起来光鲜亮丽的公司，现在竟然公开摆烂。自2025年3月起停发工资，裁员零赔偿，年终奖有的发，有的不发。2022年至今，奖金政策不透明，离职员工工资1分不给，想涨工资，先提离职申请。这已经不是崩坏，而是无耻2个字的极致体现。为什么一家技术领先的半导体公司会变成赖账大户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中国经济撑不住了。很多人可能还沉浸在中国芯片突围、科技自立自强的口号中，但现实却用一记重拳告诉他们，连最有希望的赛道现在都血流成河。根据 Wind 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年中国大陆半导体行业的整体营收同比下滑 7.5%， 连续2个季度处于负增长区间。而中小芯片公司超过 40% 已出现资金链紧张或裁员现象。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数据，2025年第1季度，中国芯片制造企业关闭或暂停生产的已有超过70家，涉及员工超万人。南京新起源不过是这个倒下名单上的最新一员，但它不是最后一个。而新起源的倒塌其实是2大系统性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。一是美方制裁加核心技术卡脖子。从2022年起，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动多轮精准打击，涵盖 GPU、DPU、高阶1大工具等领域，严重冲击中企供应链。2023年10月，美国进一步升级禁令，禁止英伟达 A800H800 芯片对华销售， DPU 等可编程处理器也列入管制清单。对于依赖全球1大工具、IP 授权和高阶制程代工的中国芯片公司来说，这几乎就是断了氧气管。以新起源为例，其核心产品 DPU 芯片一度依赖台积电先进制程，以及美国 Synopsys 与 Cadence 的1大工具。一旦断供，研发进程受阻，客户订单流失，现金流枯竭，只是时间问题。二是中国市场全面降温，政府补贴干涸。中国官方原本希望通过自主可控实现科技突围。2020年至2022年，大量地方政府砸钱扶持本地芯片独角兽，
但结果是骗补成风，技术落地遥遥无期。根据中国经营报统计，截至2024年底，全国共有800多家新成立的芯片公司倒闭，占比超过65%。南京新起源也曾是补贴热潮的受益者。2021年获得南京市科创基金8000万元投资，2022年获得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 A 轮支持，2023年宣称启动新一轮20亿融资，估值高达80亿元人民币。但等到市场冷却，补贴资金断裂，融资难如登天，公司瞬间从独角兽变失血马。于是我们看到，技术还在，人才还在，但工资没了，年终奖没了，大厂不发工资，高科技也靠不住。时代抛弃人，从不打招呼。从2024年下半年开始，大批看似风光的行业接连暴雷。哪吒汽车6月被申请破产，10亿股份被冻结，厂区人去楼空。58同城6月中爆出大裁员，涉及员工近万人，整个技术事业群遭重创。深圳威力星玩具厂5月宣布倒闭，400名工人2天维权无果。惠州园高电器5月偷偷关门，员工私人物品都被锁在车间，连通报都没法一封。经济学人曾预估，中国2025年科技与制造领域将有超过1200万人面临失业或转岗压力。而半导体这块看似高大上的金字塔尖，现在也在坍塌。曾经，半导体是年轻人心中最安全的赛道，进了大厂，工资高，项目多，还有国家扶持，这不就是我们能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吗？可现在，这根稻草正在把人活活勒死。新起源的暴雷不只是几个技术男的工资梦碎，它背后是整个时代的泡沫破裂。看看新起源爆料贴下的评论区，最刺痛人的不是那一句工资已经拖了3个月，也不是奖金被吞了20万，而是那句我当初放弃了外企，选择了新起源，是为了参与国家战略，结果却被当成消耗品。根据清华大学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2025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报告显示，2025届应届毕业生就业率降至 53.2%， 为近10年最低。计算机、电子信息、集成电路等曾经最热的专业，失业率竟高达 31.4%。就业岗位中，技术岗减少了 27.8%， 而低薪低保障岗位增加近 20%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小镇做题家花10年读书，刷爆学历，刷爆项目经验，刷爆实习经历，但毕业之后连一个能发工资的岗位都找不到。而已经在职的技术人呢？不敢辞职，辞了就可能再也找不到工作；不敢生病，一病就可能被解雇，赔偿也拿不到。新起源那句不给就告我们啊，不是在对个别员工说，而是在对整个社会喊话。我们赖账了，你能怎样？你可能会问，国家不是一直在扶持芯片行业吗？为什么还会出这种事？这背后是一场长达5年的科技泡沫盛宴。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升级后，中国高调宣布科技自立，集成电路被列为国家重点发展产业。于是，从地方政府到社会资本蜂拥而上。安徽省砸下780亿元建德科玛芯片项目，最后变成烂尾工地。武汉红芯项目计划投资1280亿元，实则骗补跑路，留下烂尾厂房。犀牛数据统计，2020至2023年，中国芯片投资项目中有超过 60% 未达预期， 30% 已经终止或失败。新起源不是第一家倒下的科技明星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补贴烧完了，融资断了，订单没了，留下一地鸡毛和一群讨薪无门的工程师。过去10年，中国年轻人有个共识，再苦再累，只要进了大厂就有出路。但现在大厂的金字招牌
也开始崩塌。阿里巴巴2025年第一季度裁员8000人，涉及云业务、菜鸟、海外业务等部门。京东启动极限优化计划，技术线裁员比例超 20%， 年终奖取消。百度 AI 部门合并，智能驾驶裁员 50%， 传出有团队整体解散。新起源直接赖账，暴力裁员，恶意拖薪，摊牌了不装了。曾经的社会稳定器，如今成了不稳定的根源。当年轻人连在大厂都没有安全感，当技术人连工资都要靠爆料维权，这个社会的信任根基就已经裂开了。经济数据会骗人，但员工的钱包不会。中国政府至今仍强调经济回暖、科技自立、高质量发展，但我们看看现实。国家统计局2025年一季度 GDP 增速为 4.3%， 但全国用电量同比下降 3.8%， 工业用电更是暴跌 6.2%， 真实情况不攻自破。全国青年失业率，国家已不再公布具体数据，据学界估算已超 21%。房地产销售额同比下滑 31%。金融时报称，中国可能陷入低增长、低物价、低信心的3低陷阱。中国制造业 PMI 连续5个月低于荣枯线，出口订单指数持续疲软。这些数据不是宏观名词，是一个个普通人饭碗的崩塌，是数千万个新起源员工的集体无助。新起源倒下了，一个拥有全球研发中心、技术核心竞争力的大厂，倒在了没人相信它会倒的时刻。员工们上网哭诉、贴发维权、爆料 HR 恶行，是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别的办法。他们不想成为烈士，只想拿回自己的工资。2025年的今天，中国不缺芯片计划，也不缺科技口号，中国只缺一个最基本的东西：兑现承诺的体制和有尊严的工作。如果连国家支持的高科技行业都变成了欠薪黑洞，那么其他行业的未来又能好到哪里去？我们该问的问题不是新起源为什么倒了，而是下一个倒下的会是谁？